我跟你讲，这不是什么长期主义，这就是懒，就纯懒。Hello，你有想过跟一个人在一起10年是什么感觉吗？最近有跟朋友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今天想聊一聊长期主义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价值，以及在事业里面容易走的3个误区。这个话题的起因是我朋友说，哎呀，很难想象跟一个人在一起10年是什么感觉。然后我们就聊了跟一个人在一起9个月，不是几个月、2年，然后10年，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然后其实从10年感情的角度来看，会觉得哦，好多感情都是哪儿到哪儿啊，就还有很多可以值得经历的。那其实一段感情从几个月到2年。差不多，它都是多巴胺去主导的，然后充满了兴奋，然后充满了可能不安和拉扯，然后会有新鲜，会有不稳定，然后到2到3年的时候，其实你经历了一些事情，才逐渐开始真正的认清一个人，然后到4到5年，可能6年的时候，一个特别稳定的信任关系就建立起来了，然后可能到7年的时候会养一下，那再之后呢？不管什么样的亲密关系，然后亲情啊、友情啊，然后恋人啊，其实都会经历一个从相遇到相知，然后亲密无间，然后慢慢又拉开距离去找回自己主体性的这么一个过程。那经历了这么多以后，沉淀下来的那种信任和独立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长期关系了。然后我觉得。长期主义的视角下的好处是，其实你不会焦虑很多东西了，因为你不着急，然后你不需要结果。其实人际关系是没有结果的，核心只是在于说有没有信任，然后你知道不会失去，那可能就是因缘际会分分合合这么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这样经历了很多，然后因为信任和独立沉淀下来的友谊呢，就非常的珍贵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上，我们就是践行长期主义，但是不要有过多的期待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其实就可以收获很多非常高质量的朋友，然后而不是那种工具型的自泡搭子。但是，但是，但是，作为一个践行长期主义的人，我真的想说，长期主义它不是无懈可击的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分享3个误区。然后第一个误区就是过于执着长期稳定，然后忽略了短期成长。因为长期主义其实会让我们倾向于去找一个比较稳定的、靠谱的机会。但是我觉得对于事业和工作来说不是的，就是我们应该用长期主义去看个人发展，然后用短期主义去找成长机会。你去看短期这个机会能给你带来多大的成长。那我说的短期呢，是指6个月到18个月。我说为什么是这个数字？因为其实6个月你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去了解一个行业，然后13个月是一个硅谷的平均跳槽时间，然后18个月的话，如果你是一个成长速度比较快的人，然后你的公司或者 team 就是发展的速度就还可以的话，18个月基本可能会达到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。然后除非是创业团队啊，因为创业团队这个看，因为创业团队很可能是乘着火箭般上升的。所以你短期选择快速成长，长期才能更好的去适应变化。然后误区2是懒惰，因为长期主义真的很容易变成懒惰，就是有些人他会打着长期主义的旗号说啊，我才懒得蹭那个热点呢。我跟你讲，这不是什么长期主义，这就是懒，就纯懒。就是真正的长期主义是什么？是说你保持一个敏锐的眼光，然后你看到这个机会的时候，你像豹子一样扑上去，快准狠。那这种敏锐的眼光和比较强的执行力，其实它是需要你长期锻炼的，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长期主义。然后误区3是对公司的长期承诺过于执念。我觉得在亚洲国家对长期主义，所谓的长期主义蛮看重的，这实际上就是对公司的忠诚度。那特别是在日本，可能长期的主义它会特别看重你有多稳定，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比你优不优秀本身都很重要。但是啊，我们自己得清楚什么是外界的期待，什么是公司的期待，什么是你爹你妈的期待，什么是你自己真正的需求。我的经验是，还是要用长期主义来经营自己的成长，而不是对外界的过度承诺。像我的性格的话，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危机意识，然后比较喜欢折腾，然后也喜欢保持自己灵活度的人。所以我目前是在美国、中国、日本都待过，然后从创业公司到科技大厂
都体验过了，就是它会让我保持一个特别好的灵活度，然后适应性特别强。其实你经历的地方越多，你也就更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环境，然后什么样的环境、什么样的文化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，会让你更好的去迸发你自己的力量。所以我的观点总结来说，就是我觉得长期主义是一个战略，然后你用它去经营你的个人发展，你就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灵活度，然后你用它去经营人际关系，你其实可以特别的稳定，然后特别的幸福。但是短期主义更多的是一个战术，就是它可以让你最大化的抓住机会。而且从 business 的角度来说，你说哪个公司它会回避爆发式的增长呢？所以说短期主义它也不是个坏事。然后今天这期就这样，然后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拜拜。